今年是中美建交45周年，两国元首互发贺信。那您对中美关系有什么观察呢？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、基本制度和价值观念。中美各有自己的历史文化和价值取向，只要能够相互尊重，这些差异并不是交流合作的障碍。中美关系的发展历史也表明，彼此的差异并没有阻碍中美关系向前发展。和平共处是中美关系的底线。全球化时代的大国政治应该守住不冲突、不对抗的底线，管控危机，和平化解矛盾。国际关系的历史上不乏大国之间的冲突与对抗，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应该时时省思。中美和平共处不仅符合两个国家的利益，也是全球秩序稳定的基础。合作共赢是过去几十年中美关系的一个特征，也是中美关系持续发展的动力。中美建交是两国关系史和国际关系史上的大事件。中美建交和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同步的，或者说中美建交和改革开放事业是一体两面。中美建交，东亚的国际格局为之一变，冷战从东亚开始落幕。中美建交之后，邓小平访美，中美之间的合作网络开始搭建，并且快速发展。中国主动逐步融入到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。中美之间的合作造福了两国人民，改变了世界格局。从太平洋的视角来看，中美关系正常化、中美建交以及中国的改革开放，构成了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转折点。对于未来的中美关系前景，从巴厘岛会晤到旧金山愿景，两国领导人就中美关系的战略性、全局性的问题进行了深入、坦诚的交流，达成了一系列共识。双方恢复和建立了多个沟通与对话的平台，落实首脑共识，让中美关系回归正轨。在两国建交45周年之际，两国元首互发贺信，表达了发展中美关系的意愿。这对于中美关系止跌回升的势头来说是非常重要的。当然呢，中美关系的发展需要将首脑共识和愿景切实落地，在各个领域加强对话与交流，在合作中增进互信。中方近期多次强调，中美关系的希望在人民，基础在民间。中美人民交往的大门打开后就不会再关闭。那对此您有什么观察呢？中美关系是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，也是关系到国际战略稳定的大国关系。但这并不是中美关系的全部。中美关系是全球化时代的大国关系，具有复杂的面向。在中美关系跌入低潮之际，中国强调人民在中美关系中的主体地位，激活了民间交往和友好的记忆，对于暖化中美关系的气氛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。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是主流，优势互补，合作空间巨大。疫情结束之后，两国开始增加航班，跨越太平洋的旅行重新热起来。虽然距离疫情之前的交往频率还有些差距，但是常走动、多交流并不是困难的事情了。最近，中国驻美大使馆减免来华旅游签证的材料，便利人员往来。同时，中国将在未来邀请5万美国青少年来华学习。教育是增进彼此理解和认识的重要渠道。赴美留学的中国学生是非常庞大的群体，不仅传递了知识，也成为中美关系的重要纽带。中美关系在过去40多年之间已经深度嵌套在一起，除了贸易之外，还有知识观念的相互影响。如同一张千层饼一样，需要关注到各个层面的交流与互动。在两国元首旧金山会晤之后，中美两军之间的高层对话也得以重启。在经济贸易、教育、人文、艺术等领域的沟通，主要还是依靠人民，通过文艺演出、论坛、展览等落实下来。在信息传播高度发达的今天，实地考察、面对面的交流依然是不可或缺的，至少是突破信息茧房的重要的途径。减少因为片面信息被放大而形成的误解和错误认知。中美关系的复杂性意味着不能用你说我赢的零和思维来看待。在过去几年中，美国采取的一系列动作并没有达到预想的目标，其中的根源就在于中美关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，复杂系统具有自主性，是不断演化的。中美两国需要顺势而为，共同推动中美关系协同演化。